他是一个精灵，我是一个野蛮人。他是一个上海和纽约的宅男，我是一个到处流浪的人。没有人知道木心，直到99年还是00年，当时的领导，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了木心回来以后写的散文和诗，发表在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，他就很惊讶，就是我们镇上出过这么一个人，因为他读到里面说我再不回来，这话蛮刺痛他的，就请老人家回来。木心犹豫了好几年，06年就由我陪同他，就正式回到乌镇定居，一直到2011年年底他去世。10年前，木心的书第一次出现在大陆，算是一个新闻，因为当时我们对民国遗留下来的作家能发掘的差不多都发掘了，大家已经不太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老作家，老到快要80岁了，从来没有在大陆出过书。忽然由他的一个朋友和学生在这里叫说，你们看看这有一个作家，会有点突兀的，就说我在捧他，在做秀，在炒作什么这些，那这些都在我的意料当中。他这个美术馆啊是另一个故事，因为同时他又是一个画家，而木心是可能蛮少见的一个例外，就当美术馆起来的时候，他根本还没有在中国展出过画。乌镇在请他回来以后就承诺说我们要给你盖个美术馆，那木心都说太快了，慢慢来。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家到忽然有他一座美术馆，这个他自己都要调整的。然后在他死后的4年，这个美术馆真的建成了，我只是参与帮助布置美术馆的人呀。然后现在在做馆长，1.18米试试看。我从来没有做过美术馆，7000多平方米，然后又分成5个馆，展哪些不展哪些，怎么展法，灯光怎么照，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很烦，是一个挑战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每个月我要去一次乌镇，要处理管理的事情。我从走关的路上走过去，这树丛后面湖面上忽然出现这个美术馆，我还是有点如幻似真呀。它已经成立快1整年了。他从来不喜欢我的画，他当场就告诉我，他只喜欢文艺复兴可数的几个画家，他心爱的画家加起来不会超过5、6个呀。可是他心爱的文学家简直这个全是他的情人，是杜阿菊，那种这个叔叔什么，他都称兄道弟的在那儿。他是乌镇的公子，然后一生基本上就在上海和纽约2个城市度过，不管他有多少磨难，他就是这么一个其实蛮单一的一个经验，从城市到城市，而且一直活在一个他的怎么说，他的欧洲的想象，他对魏晋人的想象，他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重新构造这个他看到的那个现实，一定要在他那个构造里过一道，他再拿出来。他没有家人的，所以我是他一直到最后最近的一个朋友你受人托付，哪怕他没有托付我，但他就这么死了，我不能袖手，我不能袖手。他死了以后，我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。他并不只是留给我麻烦，他也留给我很多机会。比方说我办了林风眠和他的对比展，他的文学回忆录提到的古今中外那些诗人文学家，我可以办很多特展，虽然是非常小型的那这都是他给我的机会，无穷快乐的一个机会。